你知道被称为空中猛虎的动物是什么吗？通常情况下，当人们提起猛禽的时候，一般都会想到比较凶猛的老鹰。然而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猛禽的品种有很多，其中一种竟然和灵长类动物杠上了，不仅拥有着强大的战斗力，在捕食的时候还专挑猴子下手。那么这种猛禽究竟是何方神圣呢？由于这类动物的捕食名单中常常会出现猴子的身影，所以人们将其称为食猿雕。要知道，它们的体型非常大，所以战斗力同样也不容小觑。作为经常在天空中飞行的动物，食猿雕理所应当的拥有了很好的视力，能够在空中确定猎物的位置，这样一来就能够节省很多捕食的时间。可是灵长类动物作为自然界中最聪明的动物之一，真的会被那么容易捕食成功吗？众所周知，灵长类动物的智商相当于3岁所有的人类小孩，并且他们在面对危险的时候是懂得使用工具进行反抗的。而食猿雕明显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所以他们在捕食的时候通常会选择将其眼睛戳瞎，这样一来灵长类动物就会失去一大部分反抗的能力。再加上食猿雕本身的攻击性就比较强，除了锋利的爪子之外，还有着尖锐的喙，不仅能够快速进行捕食，而且效率也会大大提高。所以食猿雕的存在可以说是灵长类动物最大的克星。食猿雕如此热衷于捕食灵长类动物，那么如果灵长类动物完全消失，它们又该如何是好呢？实际上，自然界中的生态系统都是相生相克的，如果没有外力的影响，灵长类动物大概率是不会被食猿雕吃到灭绝的。除此之外，食猿雕虽然名字如此有针对性，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它们就只吃猴子。在它们的捕食名单中，蝙蝠、蜥蜴等动物是时常出现，所以无论怎么看，食猿雕都是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的。不过也有人产生了疑问，食猿雕既然对灵长类动物如此热衷，那么人类是否在它们的捕食名单中呢？要知道，人类也是一步一步进化而来的，所以在很久以前，当时的人类还没有学会如何运用工具，在面对食猿雕的时候，危险系数也是很高的。不过随着人们对于武器的使用越来越熟练，很多危险都能够迎刃而解了。虽然我们在生活中很难与食猿雕正面交锋，但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，如果在野外遇到体型比较大的猛禽，一定不要主动招惹，尽快远离才是正确的做法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食猿雕生性凶猛，但是它们对于配偶却格外的温柔，并且它们也是猛禽中为数不多一夫一妻制的品种。我们都知道，自然界中的动物大多是由雌性独自承担起养育后代的责任，然而对于食猿雕来说却不是这样的，它们为了减轻配偶的压力，会主动承担起抚养幼崽的任务。除此之外，雄性食猿雕对于幼崽更是有着充足的耐心，从刚出生的喂食到后期飞行和捕猎的教学，它们更是亲力亲为。既然食猿雕战斗力如此强大，它们的生存现状为何如此不堪呢？按理来说，自然界遵循着弱肉强食的生存准则，而食猿雕这种比较凶猛的动物，应当能够很好的存活下来。然而让人们想不到的是，此时的食猿雕不仅数量稀少，甚至还一直徘徊在灭绝的边缘。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呢？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食猿雕属于菲律宾特有的物种，也就是说，除了菲律宾以外的其他地方都看不到它们的身影。然而菲律宾的国土面积本来就不算大，人们却一直在不断的开发，这一行为导致食猿雕的生存面积大大减少，严重影响了它们的生存和繁衍。不仅如此，从食猿雕本身来看，它们繁衍后代的速度本来就比较慢，基本上每年只有一次繁衍的机会，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剩下一只幼崽，再加上幼崽要达到性成熟的阶段，必须经历3年的时间，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食猿雕的数量才会越来越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食猿雕不仅是菲律宾特有的物种，而且还被选为了国鸟。如今人们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开始不断的对其进行保护。如今食猿雕的数量也在缓慢的增加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它们的数量一定会越来越多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曲普文新征稿了。